那敌国圣女当妃子这天，身为太子的你因偷偷放走圣女被打入冷宫。然而当你在若干年后走出冷宫之时，已成为女帝的圣女却带兵杀上门来。此时你不甘心地看着庞大的冷宫，难道我以后就要在这郁郁而终吗？突然一行字出现在你的眼前，是否在冷宫门前签到？金手指，你内心惊喜起来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签到。冷宫门前签到，奖励斩天拔剑术。又是一行字出现在你的眼前，你的脑海里出现了一部完整的绝世剑法。你眼睛清明，之前的担心害怕瞬间消失。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世界，有的修行者一人可灭一国，更有人可以一剑开天门。我虽然是太子，但在大牢里就被废了修为，现在刚好可以在这个冷宫里默默签到。既然如此，不妨在这里安静的签到，直到无敌，再出去看一看。你在心里想好了接下来自己的生活，脸色也变得淡然了。随后你一步跨入冷宫，然后在御林军统领的注视下，面色平静地关上了冷宫的大门。御林军统领道：“我们走吧，废太子这辈子都难出来了。”随后统领看了队伍里一个年轻人一眼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给废太子送吃的，1日3餐，伙食好一点。知道。新人很憨厚，点头答应下来，我会照顾好废太子的。冷宫荒废很久，到处都是蛛网杂草，但你没有去管这些，找了一处还算干净的台阶坐下来，闭起眼睛，开始查看脑海里的斩天拔剑术。签到后的斩天拔剑术，斩天拔剑术的第一步就是废掉现有的修为，重新铸造一副剑体。我现在修为被废，正好适合修行斩天拔剑术。你眼前一亮，盘膝打坐，修行斩天拔剑术的第一步剑体，只是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，你就直接突破了修行筑基，在丹田里打造了一副剑体。签到得来的功法，领悟起来就是快速。你惊喜地想着，随着夜色降临，你本想继续修行，趁热打铁，但是冷宫门外有人在敲门，呼喊道：“九凤殿下，我给您送饭来了。”你闻言只好停下修行，走到冷宫门前，你看到了在一旁有个被石头挡住了小洞。门外的人说道：“九凤殿下，您把这个石头拿开，我把饭菜递进来。”你按照他说的做了，一份荤素搭配的热腾腾饭菜递进来了。门外的人说道：“您用餐吧，明天我再来。”吃完饭后，你盘膝打坐了一夜，把自己的境界提升不少，炼气有9重天，筑基有15重天，你一夜就达到了筑基3重天。签到得来的斩天拔剑术，让你修行起来一点困难都没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你睁开眼睛，第一件事就是签到。是否在冷宫内台阶前签到？签到，签到成功，奖励洗髓丹1颗，此地可重复签到，直到签到效果消失。接连出现的2行字，让你神情一喜。洗髓丹，这可是好东西。紧接着你的手里突然出现一颗纯白色的丹药，你立马吞服下去。刚好我的修为被废，身体需要洗涤一下。1个时辰后，你把洗髓丹消化了，修为直线突破到筑基5重天。他想继续修行，但早上送饭的人来了，你这一次接过递进来的饭菜道：“以后每隔7天送1次就行了，无需这么频繁，打扰我修行，知不知道？这样殿下不会饿着吗？”门外憨厚的御林军问道：“我正在炼气筑基，不用担心。”你如实说道：“这是事实，你修为被废后再来炼气筑基是很正常的事情。”那好，我7天后再来，给殿下带点好吃的。憨厚的御林军答应了。接下来一连7天，你都在这台阶上签到，每天也都是在这里盘膝打坐。7天后，你突破进入后天修士境界。当你突破后，那个憨厚的御林军再一次来送饭了。你把石头拿开，接过外面递进来的饭菜，有酒有肉，十分不错。你不由得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“我叫大春，他们都这样喊我。”憨厚的大春回答：“7天后见。”你笑了笑，酒足饭饱后，你在院子内转了转，顺便清理了一下院子。这时，你发现院子里还有一口井，之前被杂草覆盖，看不出来，现在却可以看到，这口井盖着井盖，非常的密封。你走过去，眼前却出现一行字：“是否在胸井处签到？”你愣住了，胸井，这是个什么说法？签到，但你还是同意了。今天还没有签到呢，签到成功，获得法宝斩魔剑。下一秒，一柄紫色长剑出现在你的面前，虽然长剑封存在剑鞘里，遮住了锋芒，可那森冷的寒气一样侵袭过来，让你肌肤发冷。来得正好，刚巧我的斩天拔剑术也进入下一个阶段，需要练剑了。随后你把斩魔剑拿在手里，滚滚真气输入进去，斩魔剑颤抖着，然后进入化为一道流光，进入你的身体里。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，斩魔剑对邪物有特殊的伤害加成。签到完成后，你看向了这口封闭的井，这个井里有什么？你掀开了井盖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随后你盖上井盖，便回到房间里休息。时间一晃过去了3年，3年里，你一直在安静地在冷宫签到。你此刻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一个极高的境界。这一天，大春又来送饭菜了。你喝着美酒，听看后的大春说话，有一些有用的消息，但大部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但这一次，大春说完鸡毛蒜皮的小事后，突然道：“殿下，今天陛下宣布了新的太子殿下。”你一愣，问道：“是谁啊？”“是六皇子，他打败了其他皇子，成为太子。”小六，你这下真的很吃惊。六皇子比你小5岁，从小天赋异禀，和你一样杰出。不同的是，当时你已经被当成太子在培养，小六就被皇室宗亲里的高手带走了。但是被带走后，到现在都没有再见一次。没想到现在在大春嘴里听到了这个名字。殿下，我也该走了，下次再来和您说话。这时大春站起来告辞，你把吃完的碟子拿给他，看向巨大的冷宫。今天去别的地方签到吧。你抬脚走向别的院落区域，然而在你踏上第1道围墙的门槛时，你的眼前出现一行字：是否在冷宫内墙门槛签到？签到，签到成功，获得凝元丹1颗。你微微一笑，真的是意外之喜啊。
知道我有金丹修为，给我签到凝元丹了。刚突破先天修士，进入金丹修士，本以为修为会放缓一些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我还可以继续飞速的提升。你美滋滋的想着，把凝元丹吞服下去，一股能量在体内爆炸，冲入丹田，在你的丹田里有一道道剑气纵横，是你修行的斩天拔剑术和剑22这两门功法搭配签到得来的大梦春秋功法，让你现在的战力达到顶峰。随后你进入之前从未进过的冷宫内部，越过内墙后在院里闲逛起来。随后你意外的发现，在这里也有一口被井盖死死压住的大井，而且和你院子里的那一口井一模一样。我院子里那口井是凶井，那这一口井是不是呢？你猜测，但签到已经用了，你只好等明日再来签到看看。在花园里逛了一圈，你在傍晚时分离开了这里，天色暗淡下来，你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里，然后打坐修行。不过在修行之前，你看向了院子里那一口枯井，3年来你没有再打开这口井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今夜突然想把这口井打开，掀开井盖，井水一如既往清澈干净。你仔细观察一下，什么都没有发现，也只好回去打坐修行，消化今天得到的凝元丹。深夜凌晨，你盘膝打坐，斩魔剑就在你的身边悬浮，围绕着你打转。斩天拔剑术和剑22都已经修行圆满。这一刻，你与剑在一起培养感情。今夜月色昏暗，乌云遮蔽，安静的冷宫里寒风阵阵。那没有盖上的水井，此刻飘上来一团黑气，化为一个女人。为什么要把我关在冷宫里？一道凄厉的呐喊。这个女人直接冲入了房间，开始攻击你。你在这一刹那睁开眼睛，抓住斩魔剑，斩天拔剑术瞬间启动，闪！一道极其可怕的剑芒爆射，直接点亮了院子。顷刻间把这个黑气化的女人钉在了墙上。女人面目可憎，竭力挣扎，但都是无济于事的徒劳。你从凡间里走出来，看到了这个女人的脸，惊讶道：贾贵妃。这个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冷宫前一任主人，3年前被打入冷宫的贾贵妃。你看见她虚无的身体，面目可憎的外表，没有理智，只有恨意。贾贵妃也不是很强大的人，怎么会死后3年魂魄还没有消散？你惊讶道，随后看向了那口井，现在的井盖正是打开的。你看向已经毫无理智，脸上全是恨意的贾贵妃，默默的思考，是否在充满恨意的魂魄前签到。突然一行字出现在你的眼前，你不由得抬头一看，原来已经是凌晨第2天了呀。签到，你果断道，签到成功，获得审判之眼，可以查阅魂魄记忆，超度魂魄。你忽然觉得自己的眼睛很痛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冒出来。你咬着牙硬撑一下，好在1分钟后，这些感受全部消失不见。你睁开眼睛，看向贾贵妃，魂魄状态下的贾贵妃一下子被你给审判了。贾贵妃的生前记忆，还有她是怎么变成魂魄而不消散的，都被你探查到。原来这座冷宫底下的土地深处，竟然是极阴之地，容易滋生恶鬼。你这才知道，为什么当初这座宫殿建好之后，那个亲王迅速的败落，被罚一辈子不得外出。在他死后，这么大的宫殿却没有任何人打主意，原来是因为此地风水不好。当初建设这个宫殿的时候，这个亲王恐怕就被坑了，不然谁在极阴之地上面建宫殿啊？后续每一个进来的人都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。如贾贵妃，她只是坚持了3个月就哀嚎而亡，魂魄被极阴之地吸纳，没有消散，浑浑噩噩，只想着报仇，藏身在这口井里。当审判之眼在唤醒了贾贵妃的记忆后，她浑身怨气正在缓缓褪去，神情复杂的看着这座冷宫。你是太子，你也被打入冷宫了。贾贵妃认出了你，惊讶道。你平静的点头，可悲呀，天界无亲情，再大的东西都不如那个宝座大。贾贵妃嘲弄一笑，她看向你的眼神带着同情，又带着嘲笑。本以为你的位置很稳固，会成为下一任陛下，但没想到最后你竟然是步我后尘，来到这可怕的冷宫。贾贵妃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竟然生出了病态的快乐，看着你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太子，前途无限的太子，竟然和自己的遭遇一样，不由得想笑。你却平静道，我觉得这里还不错，没有外界的纷纷扰扰，倒是你该上路了。砰！你直接拔出来斩魔剑，绚丽的剑芒一闪，一剑把贾贵妃超度了。当一切都结束后，太阳也出现了，昨夜里的魂魄带来的阴森恐怖气息，在太阳的照射下荡然无存。今日你本打算再去内院里逛一逛，可是当你走出自己的小院子，却看见3年没有动过的冷宫大门缓缓打开。你愣住在原地看了过去，只见刚刚继承太子位的6皇子，也就是你这一世的亲弟弟走了进来。大哥站在冷宫大门处，现在这位当朝太子亲切地喊道。你露出笑容，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油然而生，或许这就是刻在血脉里的东西吧。但你不解地问道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我来看看大哥。这位当朝太子走进来，看着四周，惊讶道，我听说冷宫里杂草丛生，这里却如此干净，是大哥收拾干净的。你点头道，随手的事情，在你剑道有成后，除草只需要动动手指，剑气纵横，把杂草都解决了。大哥辛苦了。谁知道这位太子却是神情低落，叹息道，你知道他误会了，但是张嘴却不知道如何解释，只好转移话题和他闲聊。而后6皇子看到你没事，便安心的转身离开了冷宫。6皇子从冷宫出去，立即去觐见陛下。皇宫里处理完朝政的陛下开口问道，那个逆子如何了？6皇子轻声道，大哥状态还好。当朝陛下闻言冷哼一声，你知道3年前被他放走的那个天妃，已经成为大燕朝的神女，她已经把大燕朝慢慢提升，逐渐有了一个大国底蕴，这都是你大哥干的好事。这个逆子这辈子就给我待在冷宫里，以后就算你继位，也不允许把他放出去，知道吗？当朝陛下严厉道。6皇子脸色一变，急忙想辩解，可是陛下不给他这个机会，冷漠道，我会下达圣旨，这件事情无需再说了。6皇子无奈地看着父皇，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大哥。最近帝都里混进来一些魔门邪教的人，你去负责调查这件事情。现在天下不安全了，群魔并起，他们现在来到帝都，应该在谋划什么？你需要关心这件事。
事情。至于你大哥，就让他自生自灭吧。与此同时，你还在每天签到一次，获得一些凝元丹，提升自己的金丹修为。金丹境分为甲丹、内丹、元丹、金丹，每一层都有上中下和大圆满层次。现在的你是甲丹大圆满境界，就差一步跨越进入内丹境界。而且这些日子除了修行，你还在冷宫那个大花园里探索一下。但是你再把整个园子探索完毕，却没有发现一个如贾贵妃这样的魂魄。园子每到夜晚都很阴森，但却没有一个邪物，也是让你很无奈。不过仔细一想，这冷宫没有人进来，没有恶鬼倒也正常。我斩魔剑都拿出来了，好歹有1、2个邪物让我杀一下。你无奈长叹一声，继续默默的签到。就这样，1个月过去了，你马上就要突破境界了。这一夜，你正在嗑兴奋剂，吞服下凝元丹后，你在自己的院子里突破，丹田内的真气汇聚，轰！这一切都完成后，你的力量突然暴增，达到一个可怕的地步，精神识海也在迅速扩张。闭目修行，这个院子的四周都被你看在心里，而且这个范围还在继续扩大，不断的向外。这一刻，你所在的地方，包括探索完毕的园子，都在你识海笼罩下。忽然，你意外发现有人偷偷溜进冷宫来了。这是2个黑衣人，都是金丹境界修为，在冷宫里不断的探索。看着这2个人，你没有轻举妄动，而是默默的观察。2个黑衣人一前一后。大哥，我们赶尸派什么时候出事？其中一个黑衣人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应该是10年之后了吧？等掌教突破，我们现在只是来打个前哨，没有人知道这里极阴之地下面还埋着我们赶尸派老祖宗，所以不急，把位置摸准了，我们就回去汇报。老大认真道。大哥，现在好像不少魔门的人都来到羽化神朝的地步，似乎要搞什么事情了。老二兴奋地问道。